係講網友呢一個 Donald Trump 派核子潛艇，話派2艘核子潛艇嗰樣嘢咧，我已經講過。但係咧，我唔知道佢嗰個最後期限咧係咁短促喎，8月8號啊就攤牌喎。咁呢個係最後通牒嚟嘅，我就所以要同大家詳細啲講講呢件事㗎嚇。Donald Trump 啊，為俄羅斯設定停戰嘅最後期限係開頭咧就話50日，縮到10至12日，最後決定8月8號係結束戰事嘅最新限期。即係咧，如果到咗8月8號咧，Donald Trump 咧係焗住要做一啲嘢嘅喎啊！如果唔係咧，就係好短時間內咧，佢就係反口㗎啦。呢個就係啊，咁呢個雖然佢成日講嘢都走翻轉頭，但係我唔覺得係可以一啲嘢都唔做，對佢嚟講係舒服咯。俄羅斯前總統現任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嘅梅德韋傑夫，大家都熟悉呢個人㗎啦。28號喺 X 平台話，Donald Trump 嘅每個最新通牒咧都係威脅，係邁向戰爭嘅一步。嗱，佢話而家 Donald Trump 向發出呢個最後通牒，無論佢係50日或者10日，佢應該記得2件事。第一，俄羅斯唔係以色列，甚至唔係伊朗啊！你唔係你可以話炸就炸。每一個新嘅最後通牒咧，都係一個威脅，而係向戰爭行近一步啊！唔係俄羅斯同烏克蘭打，係美國同呢一個俄羅斯打。你唔好學呢個 Joe Biden 咁啊！咁呢個就即係比較討好佢嘅啫。Joe Biden 係好小心，一早就話唔會派兵入去烏克蘭，一路咧有啲軍火唔敢俾烏克蘭，就避免咗同俄羅斯嘅直接衝突㗎。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直接威脅俄羅斯。Donald Trump 咧隔日喺 Truth Social 警告你，喂，你小心講嘢嚇。呢個失敗嘅前總統啊，仍然以為自己係總統，警告佢咧，你咁樣咧係好危險㗎。講呢啲咁嘅嘢係美國同俄羅斯打仗係。梅德韋傑夫喺 Telegram 暗指冷戰時期嘅蘇聯核武控制裝置死亡之手，警告 Donald Trump，你唔好唔記得咗神秘嘅死亡之手有幾危險，有幾危險。死亡之手咧係蘇聯時期設計嘅自動化核報復，即係咧，如果俄羅斯俾人哋襲擊，受到核襲擊，或者嗰個指揮系統癱瘓咗，即係咧嗰啲前線啊受唔到，冇辦法同呢個俄羅斯嘅指揮總部聯絡咧，佢哋自動發出核襲擊。呢個主要都係咩咧？主要都係啲核潛艇啦，就有權咧就係發出核報復，呢個就叫死亡之手。雙方喺社交媒體連日交鋒咧，逐漸變成咧講核威脅啦。呢個梅德韋傑夫就講呢個死亡之手。Donald Trump 就話前任俄羅斯總統對呢啲咁嘅挑釁性言辭啊，我命令2隻核潛艇擺喺適當嘅區域以防止呢啲愚蠢嘅同埋挑釁性嘅言論咧，就只係言論。如果有行動嘅話咧，我哋就立即會打擊俄羅斯。但係咧講嘢係好小心嘅會有時咧就引起咧就係你估唔到嘅後果嘅我希望呢個唔會係呢件咁嘅事。話佢自己咧就係最中意亂噏嘢，佢話人亂噏嘢，呢個好好笑嚇。佢當晚喺保守派媒體 Newsmax 播出嘅訪問，嗰啲核潛艇而家更加靠近俄羅斯。佢話對方一講核武咧，美國就會準備應對㗎啦。
專家話美國唔會公佈核潛艇喺邊度嘅，係唔俾你知啲核潛艇喺邊度嘅。其實美國嘅核潛艇咧，本來就佈置咗喺可以打俄羅斯境內，好快地打到俄羅斯境內嘅境界，唔使特別調動嘅。呢一個係根本唔需要特別調動啊！美國海軍前副部長話，Donald Trump呢句説話咧，更加係表示一種政治壓力嚟嘅啫，就表示佢對於俄烏前線冇停火嘅不滿。Donald Trump 咧就話喎，嗱，佢又講咗啲驚人嘅數字出嚟啊！佢話佢唔係直接講呢個嘅，佢話7月到而家俄羅斯死咗2萬人，咁你覺得即係一日係即係780人啦？自今年年初以來嚇，俄羅斯死咗112500個，112500喎，講到咁準確喎。佢唔會徹底亂噏，係呢個係講到咁準確嘅。如果大數啲咧，佢就成日都唔準確。112500個士兵分開200日，一日咧大概係600個，一日600個。而烏克蘭咧就只係損失咗8000個。哦，如果係咁樣，真係要打落去啦，睇俄羅斯捱得幾耐。咁所以係14-1。我喺網度見到好多人咧都係 challenge 緊Donald Trump 呢個 figure 嘅。嗱，原理上咧，美國掌握嘅情報咧，對於雙方嘅傷亡人數咧係非常之準確，但係唯一令到佢少啲可信度嘅咧，就因為佢出自 Donald Trump 之口嘅喎。我唔知呢條友係有幾誇張，即係好可能咧，應該咁講，俄羅斯嗰個咧係傷亡數字。即係咧唔係淨係死，係包括埋傷。呢個112000幾，呢個最大可能係咁。而烏克蘭嗰個咧純粹係死亡數字。咁你知啦，加埋傷咧就幾萬人㗎啦。咁咧就合理啲嘅。即係咧你要 compare apple to apple 嘅。普京8月1號對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會晤之後，淡定回應。佢一啲都唔驚，佢一啲，我會解釋俾你聽佢點解唔驚。佢話：如果有人覺得和平談判進程好緩慢咧，而感到頹喪咧，因為你嘅 expectation 太高嘅，即係出嚟鬧交呢啲嘢咧，係交俾梅德韋傑夫做啊，發出核威脅係。即係普京咧係成日都 try to be 好 presidential， 即係咧講啲嘢咧係好得體嘅，呢個係。佢強調對和平談判進展感到緩慢、失望嘅人係低估咗呢個任務嘅艱巨性。俄國停戰條件冇變，係消除危機嘅根源，確保國家安全。佢所謂嘅咧就真係要烏克蘭啊去武裝化，同埋將大片俄羅斯人 Russian speaking 嘅領土咧係割晒俾呢一個俄羅斯。佢話俄軍持續喺前線作戰，而家目前優勢喺俄羅斯呢邊，即係咧佢覺得佢仲係佔咗上風嘅，暗示咧俄羅斯喺軍事上有主動權，就唔使作出重大讓步。我打贏緊，我點解作出重大讓步啊？呢個就係普京講嘅嘢。克里姆林宮過去已經反覆強調，烏克蘭唔可以加入北約呢啲咁嘅軍事聯盟。其實當時咧都傾到咧，就烏克蘭唔加入軍事聯盟。咁但係烏克蘭嘅安全點樣保障咧？咁樣啊？呢個烏克蘭咧一定要有實質嘅保障。於是英國就提出，佢哋有個志願者聯盟咧，就派兵去烏克蘭同埋希望對呢個烏克蘭嘅軍力設限。即係對我，即係其實呢個等於當時嘅叫芬蘭化或者奧地利化，就其實變咗一個唔可以違背俄羅斯嘅國家，sort of 軟性嘅附庸嘅，又要幾乎交出大片領土，包括俄軍未完全佔領嘅區域，呢個就包括咗
魯金斯克啦，呢個就係呢一個扎波羅熱啦，呢一個赫爾松啦，幾州嘅盧金斯克啦，呢個係好啦。佢亦都濕圖嚟恐嚇你。最新一代嘅高超音速導彈津樹正式量產啦。今年喺白俄羅斯佈置，對北約構成威脅。津樹可以帶有核彈頭能力，曾經要嚟射過烏克蘭嘅呢個我記得嚇。一旦同多個北約同埋歐盟國家領土相接嘅白俄羅斯部署咧，對西方嘅安全咧構成威脅嘅。好啦，Donald Trump喺第二個任期之初曾經向俄羅斯示好，承諾變咗和平締造者同統一者。但係咧，俄方繼續轟炸烏克蘭喎，係啊，講開又講咧，柬埔寨啊政府啊又去提名呢一個 Donald Trump 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因為佢調停咗呢個泰柬嘅衝突啊，話佢。咁佢咧又有人咧就係話 Donald Trump 咧應該攞諾貝爾經濟學獎喎，因為佢神奇地令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根據法新社總計，7月份啫，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咗6297次無人機呢個襲擊，呢個係破開戰以來嘅紀錄。開戰嗰時咧，雙方都好少無人機，6297次喺一個月入邊，即係一日咧平均300架，大量為有利型無人機，大量係嚟到消耗烏克蘭嘅防科系統，即係呢6200幾次咧，好多咧都係有利嚟嘅 decoy 嚟嘅，等你打呢 decoy，然後佢先襲擊你嘅。俄羅斯嘅導彈襲擊都顯著上升，年初時咧每個月77枚，增加到7月嘅198枚，咁呢個唔係好多，一日幾枚平均唔係啊？本週三夜間對基輔大規模導彈襲擊，至少31人死亡，包括5個兒童。Donald Trump 咧表達對普京嘅失望，佢話每當雙方談判有進展咧，普京就會烏克蘭發動新嘅攻勢。佢認為咧，莫斯科無視佢對於解決俄烏戰爭衝突所做嘅努力，呢個俄羅斯咧完全唔放在眼內。好啦，而家 Donald Trump 威脅咧就係2級制裁。咩叫2級制裁咧？邊個買俄羅斯石油咧就制裁邊個，因為咧其他嘢咧所有嘅制裁都行晒㗎，要切斷俄羅斯戰爭嘅重要收入。如果俄羅斯嘅石油賣唔去咧，俄羅斯嘅經濟咧幾個月內就會崩潰㗎啦。因為一半嘅收入咧係來自石油嘅佢。克里姆林宮同梅德韋傑夫對核潛艇嘅調動冇作出回應，但係俄國議員咧就話俄方喺全球海域核潛艇嘅數目咧明顯多於美國。喂，呢個係冇可能嘅。美國現役有71艘核動力潛艇，包括14艘嘅俄亥俄級彈道飛彈潛艇，4艘改裝嘅導彈潛艇同53艘快速攻擊潛艇。嗱，我計條數俾大家聽。美國咧就咁嘅，一數你唔使多，10個潛艇就攞你命。佢每個潛艇咧就有20個發射筒，咁啊200咯。每個發射筒咧佢唔會裝晒，根本冇咁多飛彈裝。一個發射筒咧裝一個飛彈咧係有10個至12個彈頭嘅。呢一個俄羅斯同中國嗰啲呢啲潛射嘅飛彈個彈頭數目咧係2、3個，點解啊？其實你要好多個技術梗係做得到，主要反而係個原子彈嘅微型化唔夠啊，即係個原子彈唔夠細嘅，所以唔可以分開10個。呢個係好啦。Donald Trump 咧自己喺個 Truth Social 度話，俄羅斯唔再從印度唔會再從俄羅斯買石油喎。但係印度政府話冇呢件事啊，我相信佢係亂噏嘅。
印度外交部強調，印度同俄羅斯有穩定而且經過考驗嘅伙伴關係啊。但喺能源採購上咧，會考慮市場資源供應嘅狀況同安全環境，拒絕第三方干預。呢個就係即係講乜嘢嘢咧？呢個係佢係完全係話買石油係睇價錢咯，睇市場咯。你唔好俾壓力我啊！呢個就係咁樣。兩個印度高官表示，同俄羅斯嘅石油合約咧都係長期合同，唔係話停就停得嘅。莫迪政府冇改變政策，亦都冇指示石油公司減少由俄羅斯入口石油。呢啲咧係廢話嚟嘅。點解呢？因為咧一去到咁樣嘅關頭咧，就係所有合約都無效嘅，一定係 force majeure 嚟嘅。呢個係不可抗力嚟嘅。印度作為全球第3大原油進口國同消費國，目前35% 原油供應來自俄羅斯，呢個1/3。好啦，最大鑊嘅咧就係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日175萬桶，比舊年咧增加1%。我哋睇下14年嗰陣時咧，呢個就係俄羅斯入口嘅石油，呢個係呢個係總數，呢個咧就由呢個俄羅斯入口嘅石油。俄羅斯出口嘅石油黃色嘅，你睇見就賣去呢個中國，呢橛咧賣去印度。好明顯印度係激增嘅。點解印度激增咧？因為平好多，即係你點都平咗10幾蚊嘅買俄羅斯石油。一日係100幾萬桶200萬桶一日爭2000萬美金一個月有6億嘅，一年幾十億嘅。魯比奧話印度買俄羅斯石油而家係日美印關係嘅摩擦點。印度係盟友同戰略夥伴，而家正阻礙佢同美國建立關係，助長俄羅斯嘅戰爭。印度為買俄羅斯石油進行辯解，話佢係主要嘅能源國，必須要買最平嘅石油嚟到保持幾百小時，嚟保護數以百萬計嘅窮困嘅印度民眾免受呢個成本上漲嘅危險。因為咧，如果買貴啲石油咧，嗰啲窮人咧就難以 afford 呢個就係咁樣。即係所以印度我首先我講咗個 conclusion 俾你聽，印度絕對唔會買停運石油。買石油嗰個價值如果爭咗10幾蚊美金一桶咧，呢個係爭好多錢，係比起對美國做生意咧係更加重要嘅。呢個係更加重要，而且咧仲要考慮到印度同俄羅斯幾十年嘅關係咧。佢唔可能喺一夜之間咧就拋棄咗俄羅斯，轉投美國懷抱嘅，除非美國俾啲好有利嘅條件佢咧，但係 Donald Trump唔會啊嘛。呢個印度喺地緣政治嘅 sweet point， 即係加入美國主導嘅西方安全對話對抗中國，又係金磚國家成員，同俄中保持密切聯絡。呢個係。呢個印度係最大嘅除咗中國，印度係最大嘅金磚國家啦，亦都係好重要啦，因為佢係世界上第5大經濟體啊嘛。我再講埋中國咧，亦都唔會買，亦都唔會停止同呢個俄羅斯買石油，因為中國咧就係覺得俄羅斯作為佢嘅盟友係太過重要啦。如果停咗同俄羅斯買石油，俄羅斯崩潰咗點搞呢？中國係唔可以 afford 呢樣嘢。咁換嚟嘅危險呢，就係8月8號之後呢 Donald Trump 加中國100% 關稅，中國呢一定加翻呢個美國嘅100% 關稅。咁雙方呢係攬炒嘅，呢種情況之下係咁嗰個問題我唔懷疑印度同中國會唔會繼續同俄羅斯買石油，佢哋一定買。只係美國到時係咪真係制裁呢？Donald Trump
呢點我有懷疑嘅。如果佢真係制裁呢，咁我就得到 conclusion， 佢呢冇痛腳喺俄羅斯手上，Donald Trump，好嘛？好啦，日本兵庫縣生蠔啊，200克好賣到不得了，48蚊。人參雞呢一個成隻嘅雞係由韓國雞做嘅，加埋7種藥材嚇，69蚊買一送一，即係34個半一包。大家快啲嚟買，買完則知嚇。新保健產品，韓國 FormBio 嘅腸道輕盈酵素 ，FormBio 腸道輕盈酵素主要由法羅小麥提取。法老小麥係一種未混種過嘅古老穀物，源自意大利，營養含量極高，含有豐富嘅蛋白質、纖維、維他命 B3、鎂、鋅、鐵。法羅小麥咧被稱為被時代雜誌列為世界上50種最健康嘅食物之一。比較營養成分，膳食纖維咧就比白米高342%。比香蕉高295%，蛋白質比白米高214%，比香蕉高600%。法羅小麥製造嘅酵素主要嘅功效在於促進消化，增強腸道健康。佢能夠幫助去宿便，促進消化吸收同代謝，增強腸道健康，使腸道更加輕盈。韓國 FormBio 腸道輕盈酵素含有澱粉酶及蛋白酶。澱粉酶係一種消化酶，主要功能係將碳水化合物分解成為較少嘅糖分子，好似葡萄糖，以便身體吸收利用。蛋白酶係一種能夠催化蛋白質水解嘅酶，主要嘅功效就將蛋白質分解成較少嘅肽或者氨基酸，因而促進蛋白質嘅消化吸收同新陳代謝，同時亦都參與多種生理反應同調節機制。韓國 FormBio 腸道輕盈酵素加入咗丁酸梭菌，係一種益生菌，主要功效係促進腸道健康，並可能對於免疫系統產生正面影響。佢能夠產生丁酸，呢個係一種對腸道細胞有益嘅短鏈脂肪酸，同時亦都能夠抑制有害菌嘅生長，維持腸道嘅菌叢平衡。此外，丁酸梭菌被認為係有抗炎作用，有助於增強腸道屏障嘅功能。丁酸梭菌亦都能夠產生維他命 B、維他命 K，並有促進食物消化吸收嘅作用。如果有人問益生菌同酵素有咩分別呢？我會咁樣比喻，酵素就好似清潔工，能夠幫助你分解食物，等個腸道蠕動，將宿便清走，讓腸道變得更加乾淨通暢。而益生菌就係守護腸道嘅健康好菌。當腸道環境清潔咗啦，益生菌就能夠更好地繁殖同發生作用，修復呢個腸道內壁，提升吸收力。簡單嚟講，先用酵素打掃乾淨，再讓益生菌進駐，腸道自然健康，營養吸收亦都會更加好啦。每包2個 gram 含有澱粉酶120萬個單位，加蛋白酶396個單位，法洛酵素132 mg 同丁酸梭菌50 mg， 每盒160蚊，30包，每日1包，1個月嘅份量。